我们今天来到了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梦幻小镇 Odden， 从这里跟着我出发去看挪威最壮观、最有名的冰川之一 Bristol Glacier。别人跟团要花1095挪威币，而我只花了180，差价快6倍。我是怎么办到的？便宜真的有好货吗？这支影片会告诉你。嗨，我是 Alison， 这是我挪威峡湾系列的其中一集，我专门分享旅游心得和邮轮的实战经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快订起来吧！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Good morning， 我们在 Odden。哇，后面的山还有雪，但是已经有人在游泳了，他们不怕了。天气不是很好，但是却有一种宁静的凄美。当我们还在半梦半醒的时候，邮轮已经静悄悄地进入到诺尔峡湾，最终停靠在被峡湾、高山和湖泊环绕的小镇 Odden。早晨的天气有一些湿冷，雾气也很重，但还是可以看到山上没有融化的积雪。虽然错过了早晨邮轮入港最梦幻的时刻，但幸好傍晚离开的时候还有一次机会可以好好欣赏这个漂亮的峡湾。我们现在去游客服务中心，就在那里。我只想去拿个地图做个纪念，结果里面人爆多，他们也有团带你去看冰川，但是一个人要550挪威币。现在我们试着找他们的当地巴士115号带我们去冰川，但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是我找不到巴士站在哪里，然后很难遇到一个会搭巴士的本地人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因为这里一下船的基本上都是游客，这个时候当地人应该是尽量不出门，所以呢，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在这里等车，但是不知道正不正确，希望车子会停咯。因为巴士站就这么一个可爱的牌子，没有任何的资讯，所以我们当时是蛮困惑的。我们坐上了这个115巴士，带我们去冰川。巴士外面呢是没有写巴士号码的，就只有写地名，所以你们要自己看好。这个巴士一天只有1班哦，早上10点多就会开始停靠几个靠近港口的巴士站。如果你也想搭的话，建议早一点去排队。像我们就是搭上10点15分的巴士，上车之后可以直接用信用卡付费，一个人单程是90挪威币，来回也就是180。巴士会沿着 Odden 湾行驶，非常漂亮，美得很不真实。大家都好安静的在欣赏风景，没什么人讲话。大概40分钟左右就会到了冰川的入口。到了那里之后呢，巴士就会停在停车场，记得要和司机确认回程的时间哦。我们今天的回程是1点半，所以时间到了就回来搭上同一班巴士回港口就可以了。这根本就是挪威政府送给我们游客的一个观光巴士。刚才游客中心卖的行程，一个人是550挪威币，如果是跟 P&O 邮轮订的话，要价80英镑，相当于1095挪威币，和我所付的相差6倍耶。如果跟这些团的话，途中可能会停靠1-2个景点，让你下车拍照打卡，但我还是宁愿付180挪威币坐这个直达巴士。这就是我们搭的巴士，回程也在这里，1点半。搭这个越野车一个人290挪威币，但是它已经满了，因为很多人上网有预先预定，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用走的，车子走那边，人走这边。没有搭到那个车就算了，全是靠运气，不只省了钱，待会回邮轮上还可以吃更多，对不对？下了巴士之后，别急，先回头看一下这个漂亮的瀑布，真的很壮观哦。就这样，终于来到了这个港口，我唯一指定也最期待的地方 Bristol Glacier。这么大的一个景点，竟然不收门票，真是谢谢挪威人的佛心。整条步道走起来蛮轻松的，是有一些上坡，而且有一些湿滑，但是只要穿对鞋子，还是蛮好走的。冰川看到没？就在这里。
除了徒步之外，以前这里是用马车载游客的，现在才改成这种越野车。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瀑布和河流，这些都是冰川融化流下来的冰水。水量大的时候，那种冲力真的很夸张。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瀑布，经过不要错过，一定要走过这个吊桥，感受一下1000年前就流下来的冰水泼在身上的那种感觉，非常值得。终于到达了观看冰川的好位置，大部分的游客走到这里就会开始往回走。这个冰川可是欧洲最大冰原约斯特谷冰河的一部分哦，据说已经存在了2500年，光想到这个历史就觉得好震撼啊！好，从我们刚刚下巴士之后呢，我们沿路边走边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到了刚刚最高点，就是我喝那个冰川水的那个位置，总共差不多是1个半小时。现在我们要下山去搭巴士了。好，我走回原点了。下山的时候我是没有停留的，所以我走了45分钟就到了。完成看冰川这个任务之后，在停车场那里有一个纪念商品店和咖啡店合一的小屋。里面的洗手间还提醒邮轮的客人，我们已经预先付了费用，所以不用付费就可以进去使用，好好玩哦。旁边还有一间小型的咖啡厅，只是很多人在用餐，所以我就不方便拍了。而挪威特色的纪念商品也是包罗万象。后来发现，在我有停靠的4个港口中，同样商品来讲，这里的价钱是最好的，所以有喜欢的就在这里买好买满。我看到这个挪威峡湾还有邮轮在这里，我一定要买的。59买下去了。下车了，这是其中一个站，看到。这里有很多商店，在这边等车就可以了。去程的时候一下邮轮，这里就有个巴士站。我们不是在这边搭的，我们是走到前面那个地方搭。然后再走下去，有一个商店街，那边也可以上车，但是保险一点，在这边上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也可以在商店街那边下车，又或是回到这里再下车。我们9点半下了邮轮，现在2点半，完成我们的冰川之后呢，现在我们要回到邮轮上去。我发现，在邮轮后面这几间的商店，他们的东西没有比较便宜，而且也没有很好看。所以，如果你有去冰川，在那个 souvenir shop 看到什么漂亮的话，我建议在那边就买了。现在呢，我们要回去了，准备吃我们的午餐。回来先补刚刚没有吃的午餐，这个是 Sin City Burger， 里面有 bacon， 然后我闺蜜点的2份炸鱼。这想像午餐肉做成的汉堡，其实很好吃耶，因为它很香。到了傍晚，邮轮要离开 Orden 的时候，在港口附近的游客服务中心和附近的居民挥舞着挪威国旗跟我们说再见，好感动哦，好有仪式感，真的可以感受到挪威人的善良和热情。谢谢你们让我们来访这个美丽的家园。Orden 是一个人口只有500多人的小镇，而我们的邮轮可以承载5000多名乘客。换算起来，这一艘邮轮可以轻松地容纳10个 Orden 的全部居民，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我们的邮轮缓缓地离开 Orden， 正在前往我们下一个港口 Flam。途中我们会经过2个宛如人间仙境的峡湾。眼前的风景让我想起了 Bob Ross 的风景画。原来这些山水湖泊都是真的，而我就在画里面。关于 Flam， 我准备了更精彩、更有含金量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所以别忘了订阅。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